丝绸草原。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国王，他有个帅气的儿子，但国王总是很悲伤。有一次，王子下了决心，问父亲伤心的原因所在。他的父亲回答道：“儿子，我看得出来你勇敢无畏，因为你赢过最好的箭手，也杀死过最危险的野兽。但我不能为这一切开心，因为我有个好朋友，我收到他的信已有大半年了。在黄金森林中有一片漂亮的丝绸草原，我朋友就住在那儿。但是有人嫉妒他的漂亮王国，巫婆们派了成千上万的士兵跟他打仗。他求我帮助他，但你也看到了，我已经老了，不能去了。”亲爱的父亲，你可别伤心，让我去吧，我会找到你的朋友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好的，儿子，在路上让上帝保佑你。但听我说，在马厩后面有一个堆肥坑，那儿有一匹我年轻时骑的马，我建议你骑它去。不过走之前得先喂它。花园后面有12捆木头，你用火把它们点着，当只剩下余火未尽的木块时，你把马从坑里拉上来，带它过去，因为它只吃火炭。他们点火，烧了一大捆木头。快烧焦时，王子把那匹马从坑里拉了上来，把它带到了火炭那里。马开始吃火炭，一开始吃，马明显壮了起来。这时候，它的毛也变得光光亮亮。王子发现这匹马有6条腿，大吃一惊。他父亲对他说：“亲爱的儿子，现在你上阁楼，那里有许多一把比一把更光亮的宝剑，但其中有一把生锈的，你把它拿下来。”王子把宝剑拿了下来，他尝试着把剑从剑鞘里拔出来，但无论如何都没有成功。哦，儿子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要对他说：“宝剑从剑鞘里出来吧。”王子照着说了这句话，宝剑立刻飞了出来，剑在空中回荡着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剑声。现在对他说：“宝剑回去吧。”宝剑立刻回到了剑鞘里。他们相互拥抱，相互亲吻了一下脸，然后流着眼泪告了别。王子一骑上6腿马，就飞到了空中。他笔直地往前飞，突然间，6腿马踌躇不前，接着在一片漂亮的森林里降落。森林里每棵树都是黄金做的。他下马走啊走啊，突然看见丝绸草原中间有一顶漂亮的帐篷。到了帐篷后，他看到帐篷里睡着一位白发老人，此外有一副幔帐遮住了帐篷的一个角落。他拉开幔帐，看到什么了呢？一个漂亮的金床，床上躺着一个穿着金色衣服的金发女孩，她的一条腿和一个手臂耷拉在地上。王子走了过去，抓住女孩的腿，小心翼翼地放回床上。女孩并没有睡着，她睁开一只眼睛看着他。王子拿着她的手臂要放回去的时候，女孩抱住了他的脖子，亲吻了王子。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到死我们都不会分开。我知道你很累，先出去吧，在帐篷里歇会儿。他一躺下就立刻睡着了。他睡着时，老人醒了过来，他看见帐篷里有个陌生人，立马拔剑，把剑高高举起。当他刚想挥剑之时，突然想到，这位年轻人也是配着剑进帐篷的。本来他可以杀我，但没有那么做，我不能伤害他。
年轻人醒过来后，老人对他说：“嘿，兄弟，你是谁呀？在这里干什么？”“如果我没有搞错，我就是来找您的。我的父亲让我来的。”“哎呀，孩子，你是不是我的朋友洪国王的儿子？”“对的，是我。”“你来了真好。我被巫婆们的士兵围攻了已经1年多了。你带来了你父亲的剑吗？我的剑的同伴。”“孩子，你得知道，无论多少士兵被我的剑杀死，还会有10倍的人来打我。你看见那里的高山了吗？那儿啊有个老巫婆，她不断地派士兵来挑衅。如果我们不杀死她，我们就永远没有安宁之日了。”第二天早上，他们起得很早，太阳一升起，巫婆的士兵们就过来了。他们潮水般地从山里涌出来，像从地里冒出来的泉水那样。2把剑从剑鞘里飞了出来，向敌军砍去。红王子往山的方向冲去，他的剑冲在他前面，像砍木柴一样，把士兵一个个杀死。到了山洞口，他决定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你们想想，他看到什么了呢？他看到在空旷的洞中摆着一台织布机，那儿坐着一个又丑又老的巫婆，她的鼻子长的都能碰到地上了。这个老巫婆踏下踏板，只要梭子穿梭几下，就会冒出一队士兵。巫婆立马下令：“快给我冲到丝绸草原去，杀死那个老坏蛋！”王子跳到巫婆面前，掏出小刀，刺穿了她的心脏。忽然发生了什么？高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在山的位置上有了什么呢？是一片漂亮的丝绸草原。这一切发生后，白发老人把他的女儿叫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孩子，你看，我没有别的孩子，只有这么一个女儿。如果你爱她，我就将她和整个王国给你。”王子照做了。他们叫了神父，结了婚。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的话，到现在还在丝绸草原生活呢。